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有的人经常丢三落四，前脚给他说的事，扭头就忘了。碰见这种朋友，只好说他是老年痴呆犯了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老年痴呆更可怕。老年痴呆患者的记忆会不断变差，逐渐认不清身边人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甚至会丧失语言功能，大小便失禁，直到长期卧床，最后因感染去世。目前，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在1000万左右，居世界之首，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000万。这一可怕的数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所以今天小关要带大家走进阿尔茨海默病，解答一下关友们对这个老年杀手的疑问。老年痴呆只有老年人会得吗？近几年，阿尔茨海默病的平均发病年龄越来越低，发病年龄已由原来公认的65岁提前到55岁，甚至出现了30岁就患病的年轻人。英国工程师丹尼尔在31岁时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，目前他正在接受音乐治疗。韩国的研究也显示，阿尔茨海默病出现了年轻化现象，10年时间里，患者人数激增了4倍。据中国电视台报道，韩国阿尔茨海默病逐渐年轻化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睡眠不足。美国华盛顿大学睡眠医学中心主任神经学家 Lucy 通过研究发现，睡眠不佳不仅只是让人感觉累，还会造成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增加，这两种蛋白的增加与认知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紧密相关，也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。忘性大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吗？记性不好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主要表现，那么老是忘性大就一定是患病了吗？显然并不是，很多人都有良性的健忘，这和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下降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良性的健忘通常是近期记忆衰退，他们可能会出门忘记带钥匙，但并不会忘记过去的事情，也不会出现情景记忆障碍。但是老年痴呆造成的健忘，往往连发生过的事情、家人容貌、回家的路都会忘记。良性的健忘不会有认知功能的改变，语言能力、空间辨别能力、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正常。相反，老年痴呆患者在这些能力上都会出现受损表现。良性健忘者性格通常没有变化，可能会有焦虑，但性格通常不会变化，而老年痴呆患者往往还会伴有情感冷漠、性格改变。良性健忘的人一般社会生活能力正常，而老年痴呆患者在生活自理上和人际交往上都会出现障碍。根据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推荐的诊断指南，将该疾病分为了3个阶段，即无症状性临床前阶段、轻度认知功能损害阶段和痴呆阶段。具体来说，无症状性临床前阶段是指患者主观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出现问题，老是容易忘事，但是在记忆量表检测上没有任何问题。轻度认知功能损害阶段是指患者出现较为明显的健忘症状，周围的人也能感觉到，同时语言的流畅性、空间辨识能力等认知能力受损，但生活尚能自理。而痴呆阶段是指患者的认知功能受到严重的损害，情绪发生改变，失眠、思维混乱、语言组织混乱，不能独立完成进食、如厕等，严重者卧床不起。很多人都知道老年痴呆症的晚期症状是认不到家人、找不到路等等，所以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早期症状。性格变化，性格发生剧烈的、不合情理的变化，比如害怕、疑神疑鬼、猜忌别人等，与原来的性格大不一样，这也是老年痴呆症的主要症状。
2. 失去主动性，变得比原来懒惰，不愿参与任何活动。原来喜欢打麻将、逛街，现在也不喜欢了。对人不热情，不想与人交际。3. 词不达意，连一些简单的字词也会忘记，语言表达明显不如以前。4. 随手乱放物品，经常把东西放在不适合的地方，比如把很多垃圾废品如烂纸、布渣渣等当宝贝，但自己也不晓得为啥子要这样做。5. 脾气和行为变化无常，人老了都会有一些情绪变化，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急剧变化，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从平静状态变为泪流满面，或拍案而起、怒发冲冠等。家里的老年人出现以上症状时，需要引起重视，及时带去医院就诊。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治疗吗？到目前为止，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到后期是无法治疗的，并且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和发病机制。但根据临床研究，发现了如下这些相关的高风险因素。1. 遗传。研究表明，如果直系亲属中有痴呆患者或重性精神病史者，那么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性是正常人的6到8倍。也不要太紧张，没有研究证明老年痴呆症100%会遗传。2. 年龄。国内外研究一致认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会增加。不要认为自己脑袋灵光、反应快，肯定不会得遭老年痴呆症。这个病与白内障一样，只要活的时间够长，每个人都会得。以前很多人有了症状，但没有及时来就医，所以老年痴呆症的漏诊率很高。但随着现在宣传靠谱健康知识的平台越来越多，以及检查手段的进步、诊断水平的提高等等，50来岁甚至40多岁的人都有早期老年痴呆症的情况出现。3. 血管性因素。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，血管性因素与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存在密切相关。血管性因素可以促进脑组织的变形，影响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发展。4. 营养状况。老年期由于内因子及胃酸等的缺乏，导致老年人对叶酸、维生素 B1、2吸收不良，而缺乏这2样东西，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神经、精神方面的改变，如抑郁、记忆力减退等。5. 吸烟、饮酒。研究结果证实，吸烟会增加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病率，进而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率增加。而长期酗酒会损害脑功能。另外，常伴有营养物质缺乏，尤其是维生素 B1， 会进一步加重脑损害，甚至引起另外一种痴呆。6. 教育程度。较多研究结果显示，受教育程度与老年痴呆症有关。受教育程度低是老年痴呆症的危险因素之一。脑壳用得少，容易生锈这句老话也不是老一辈人乱说的。说了这么多，阿尔茨海默病虽然后期无法治疗，但如果能在患病早期及时进行医疗干预，则可以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。研究发现，以下行为可有助于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风险。1. 积极进行记忆功能锻炼。平时的生活中，可以利用数字计算、拼图、棋牌、麻将等游戏进行脑部记忆功能的训练。弹琴、绘画、练字、剪纸等兴趣爱好也可以锻炼大脑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。2. 多参加社交活动。在进行社交活动时，会动用到逻辑思维、语言、记忆等多种功能，对于维持大脑的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。3. 积极进行体育锻炼。每天保持半小时的运动，不仅对于心血管系统有好处，也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。4. 勤做家务。有研究发现，相对于不做家务的老年人，经常做饭、扫地、做园艺的老人患病风险更小。
5.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制度，尽量早睡，别熬夜，保证每日充足的睡眠至关重要。6. 每日摄入适量的坚果，核桃、开心果、松子、南瓜子、夏威夷果、榛子等。坚果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3脂肪酸，有助于改善大脑的记忆功能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。我们应该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关注。虽然目前没有办法根治，但预防缓解病情，早期干预治疗非常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